现在还有些朋友在纠结啊，就是用无土栽培这个袋子，是用无纺布的好呢，还是说像我们用这种黑白膜的塑料袋子好呢？包括前段时间都有一个种植户然后不放心用了一部分无纺布袋子，用了一部分我们这黑白这个袋子做进行对比效果也出来了。实际上这个无纺布袋就不可能做好，我说做好这个无土栽培这个瓜果蔬菜这一块。但是有些人可能不服气儿，就说人家那个园林上做那个树苗培育都是用这无纺布袋，为什么人家能做，而我们这个无土栽培这个瓜果蔬菜就不能做成功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你得看它这个无土栽培用的机制用的什么。园林上育苗这个小树苗他们一般用的是那个土壤，然后呢因为你这个小袋子你需要频繁浇水呢，浇的次数多以后，这个土壤很容易产生板结，影响通透性。所以说呢，它就需要这个袋子呢一定是透气好的，这样的话能提升这个透气率。而反过来，我们做这个无土栽培这个瓜果蔬菜，我们的栽培机制都是高透气性的，你的高透气性的再加上无纺布的透气性，你说你的水肥流失率该有多少？根系扎到外边以后，稍微一透光，那部分根系生长就会受到影响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无土栽培选择种植袋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合适的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，包括有些种植户说，你这个无土栽培袋子为什么没有提手呢？实际上你不想象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增加2个提手，就像人家美植袋一样，人家做美植袋，人家作用干嘛呢？增加2个提手，你是不是要增加一成本？还有一个，你在这在种植袋呢，你不是天天提着它玩的，来回遛鸟一样溜着它来走了。你说你个提手你用几次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我们所有的东西一定以实用作为一个最终的目的没有其他的条件，只有这一个条件。